大家好，我是 Joseph。这一段影片要再跟大家进阶讲讲跨期选择权。那跨期选择权英文叫 Calendar Spread。如果你还对 Calendar Spread 不太了解的话呢，你可以看 Joseph 的上一段影片，里面详细的讲 Joseph 怎么安排跨期选择权，以及 Joseph 怎么利用跨期选择权，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，就让自己的 portfolio 呢增长了30%。那这个 portfolio 增长30%，其实只用了10%到20%的 portfolio 来做的，所以在最近波动变大的情况，我觉得跨期选择权的方式是非常适合现在的市场，市场的变化不大，但是波动变大，所以在 IV 也就是隐含波动变大的时候，只要你的跨期选择权能够涵盖股价波动的区间，你就算一开始看错了，后面都有弥补的空间看回来。所以今天的2个范例 Joseph 就告诉你，我自己看方向不是非常准，我也会常常看错，但是只要我做了修正，把跨期选择权的区间扩大，让股价尽量留在这个区间，其实都还是能获利的。那首先看看特斯拉的交易案例，所以这个交易案例呢，其实非常短，从6月17号到6月23号。那在这里面呢，其实就差不多1周的时间。特斯拉呢，从263跳到270，又回263，降到256。那其实跟我预想的呢都有点落差，我本来以为在265这个它反弹一下震荡一下大概就不动了吧，结果又飙高，跳出了跨期选择权的这个区间，所以 Joseph 又修正，没想到上去一下又下来了，所以上下的波动呢最高跟最低呢差不多 5.5%。 那在这里面呢做一点调整呢，你就可以赚取这个10多%的这个报酬。这不是一个最好的交易案例，但是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分享，希望大家能够在里面有所收获。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特斯拉呢股价好像是从25几吧，然后呢它跳到26几，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它还会涨上去，但是涨的幅度应该不会太快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股价在263的时候呢，我设一个265的 call， 这个是设几天到期的 call calendar spread。 那通常我这个是设，比如说现在是17号嘛，那我设一个下周5到期的，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在下一周，所以呢这个差不多是总共交易来说呢就是8天的样子。那从6月17号开始，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我是偏向这里，它的这个 tent 也就是顶峰在这里。6月20号特斯拉股价忽然涨上来了，在270，我觉得这个涨上来之后呢，虽然还没有到这里，但是我开始有点担心我会不会看错了。我那时候在这里面的时候呢，我是觉得这个已经超出来这个里面的 tent 了，好像已经接近碰触到这边缘的。到时候我看的时候呢，感觉是这样子。那复盘的时候呢，不知道为什么没看到，那无所谓。在这里呢，我觉得它如果想要超出这个范围的话呢，通常我就会再往上加。那我一开始本来下的就是 call calendar， 我就下同一个时间的继续往上的 call calendar。 那在这里270的话呢，我往上加一个，你可以看到我加一个是275的，那时候呢就大概会变成像这个样子的。那其实我都是我这时候呢下的这个部位不是一样的，
所以呢，这里面呢就看交易者自己对于大盘的认知。那我对于特斯拉来说，我觉得可能会涨，但是也有可能会跌上去吧，我不是那么肯定涨的幅度，所以呢，我这里下原本的一半，所以你才会看到这个有点歪歪的形状。如果你下一样的话呢，那在这边呢，就像一个猫耳朵一样，是有2个尖起来的地方。所以我修正完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的，那要看的时候呢，我们通常会注意2个，这个是到期日的，所以到期日的时候呢，我们通常不会到最后面最高的这个点，我们通常是看这个最里面这个线，就是 T+0 的线，也就是说今日的这个修正的时候呢，股价如果这个股价波动的话呢，你的获利大概在哪里？所以其实已经有获利了，只是我担心超出我这个范围，所以我加一个275的扣，把这个范围呢变成我下面到255，上面到283这个区间我都能获利，所以这样子让我觉得特斯拉波动这么大，这个一单应该能够赚。在后面6月21的时候呢，在这里又跌下来了，这里又调到261了，比我们一开始的263还低。那在这里呢，我就只好想说它大概上涨无力，那我干脆就把这个地方关了吧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斜的上面呢，我在这里就把这个地方先关掉。那没有关掉的时候呢，一样是这个图。那在关掉的时候呢，就回来，就是我正中间是在这里。那在这里呢，我这个获利区间范围是246，在这边呢是286，大概是这个附近。那这已经离我们这个到期日已经很近了，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。结果在我关仓的那一天呢，在6月23的时候，最后一天呢，特斯拉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往下跌了。那往下跌了之后呢，其实就吃掉了我们不少利润。如果它没有跌的时候呢，它维持在265在这里呢，我们大概会有20% 的。但是也不知道有什么原因，它就跌了。在这里呢，跌下来了之后呢，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交易里面呢，大部分时间都是获利的，只是获利多或是获利少。那你可能会问，那 Joseph 你当初就不要加275的那边的扣就好啦，那你的获利不就可以更多了吗？对，但是这些都是事后来看才知道的。在那个它涨到270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它有可能会涨上去，但涨上去的时候呢，你265的来修正就稍微比较慢了一点，等它超出这个区间的话呢，这个是因为时间价值消失的很快那超出这个区间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开始出现这种亏损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其实我看的呢就基本上没准过，但是我能够让它比较准的就是希望股价留在这个区间，那只要在这个区间里面呢都会获利，只是多或少的区别。所以这是交易跨期选择权一个很重要的，你不用非常对，就算方向错一点也没关系。就像我在这里的时候，一开始263我觉得会到265，结果最后股价在256，我一样能获利。我以为它要涨上去了，没涨上去，我那边加了，没关系，觉得看错了，关掉，一样能获利。所以我说跨期选择权对新手来说非常的友善，只要你能够把这个区间安排好，那股价不要离开这个区间，基本上都能获利。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。下一个例子呢是今天关仓的，那这里面呢我是 IWM， 那这是从7月13到7月21，这整个交易的时间呢稍微长一点点。那在这里面呢 IWM 呢是从193到195，那 Implied Volatility 从17到19，那最后呢是 19% 的 gains。在这里面当然可以获利更多，但是因为有一些原因我待会解释，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我的交易的一个状况。IWM 是追踪 Russell 的一个标的，那
其实是挺好炒作的，特别是最近 Russell 还挺强势的这个情况下。那一开始呢 Russell 是在，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是在193，那我设定的呢，我通常都会先看这一条线啊，这一条线呢是今天的股价波动的获利的情况啦。那这个里面呢，我设定的呢 calendar， 因为一开始是1193，我会觉得IWM 呢可能还会跌吧，所以呢它现在虽然是1193，我下的是191的 put， 因为我预期会跌。那在这里呢，它的 implied volatility 是 17.5， 你要记得这个数字，我们之后会比较一下。7月14我才说它可能会跌，我就被打脸啦。那已经往这边啦，我本来以为是它要到这个191这个部分是我理想的，结果它就已经往右边了。那往右边了之后呢，那怎么办呢？其实我也没亏钱，我在这个损益两平的这个阶段小小的获利，但是如果扣掉 commission 的话呢，其实就没有剩太多啦。那在这里我可以怎么办呢？往上加。所以我如果觉得它可能会往涨上去，我不知道会不会，我就往上加。那它已经在193了，那只好往上。之前下的是 put， 那往上我就下的是 call。那我这一次呢下的是同样比例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13，这也有13，所以我在 put 跟 call 这两个地方呢下的这个契约数是一样的。这时候 implied volatility 还是17左右，那时间也下的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过了一个周末吧，那 IWM 又回到了193。那在 IV 的时候呢，这时候提高了。那这时候其实我可以不动，那我也可以选择动。那在这里面呢，就看你自己的这个对市场的看法吧。我会觉得它既然已经站稳了，所以呢，它跌的时候呢，也没有再跌那么多了的话呢，我看它会跌的这个部分呢，大概率我看错了。那没关系，我也不用完全认错，我减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想要把我的部位呢稍微减低的话，其实在这里呢，我就稍微减了。我本来是13个部位，我减了各减了3个。在这里呢，因为有一些获利了，所以我也要锁定获利。在整个这里面呢，如果整个部位关仓的话呢，这已经有 12.8% 的这个获利了。好啦，我们接下来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？所以在这个部分呢，因为在中间，我觉得这个我 theta 的这个 value 太高了，你会看到在这里面179，那在这里面呢，我虽然当然希望每一天赚的钱更多，但是我也很怕超出这个范围。好了，我就锁定一些利润。跨期选择权呢，我通常都是慢慢减仓的。那在下一个7月18，哎呀，我本来以为它会在这中间的呢，结果又往上跑了。那往上跑了之后呢 ，IV 已经跳上来了，从以前是7点多了，跳到19了。所以在这里，我的获利从之前的274掉到269，少了一点点，因为离开了最中间的这个区域了。那没关系，在里面呢，我觉得那掉到这个189甚至190的这个部分呢，几率应该会比较小，所以我干脆把下面的put 这个地方呢再稍微减一点吧。所以我稍微减一点的时候呢，在至于减的幅度，这就看你舒服的程度啦。我留4个，那上面是留10个，所以你看到这个 YY 的这个形状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我那时候好像想要挂更多的，我想要后面呢只留2个的话，后来挂单没出去，所以呢后面留了4个。其实我只想要砍到剩2个，挂单没交易成功，那没关系，留4个也可以。下一个，我们看到7月19号的时候呢，在这里，IWM 呢跳到197了哦，所以我砍可能是对的。那现在呢跳到197之后呢，
好啦，我得把这里面呢下面大概可以砍的多一点点了。如果我不砍多一点点的话呢，它很容易就 touch 到这个 tent， 所以我想要把它稍微移的右边一点点。所以呢，你看到我在这里呢已经很接近198这里线了，已经很接近到期日的这条线了。那我觉得会不会涨上去我也不知道，如果已经有获利的话呢，我是不是开始再继续减仓吧？所以我在这里面我把下面的先减掉了，然后呢其实我开始在减这个上面的了。那最后到期日的时候，那这个部位的像是这个样子。我不是在下午的时候减仓的，我是因为上午中午的时候呢有其他的这个活动没有办法回来看盘。那在这个部分呢，不确定下午能不能看盘的情况下呢，就把最后的这个部位关掉。那最后呢IWM 呢是回来到195的这个部分，也就是我后来加仓最核心的这个部分。在这个部分呢 implied volatility 在这个部分呢隐含波动维持在19，所以比我们一开始的高，而且我把put 减掉了，那在 call 的部分呢已经把这个股价的波动的区间涵盖住。其实我如果不动留到下午的话呢，在获利区间呢会大概在 30% 左右。所以但是这个 10% 的这个部分呢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条件可以看盘，这个股价波动你觉得会不会是极小的维持在这个区间。那我没有时间的话呢，我其实可以底草关仓，在这里面只调整了一次，那获得了 19% 的这个获利。我觉得在这个极小的调整之下呢，跨期选择权真的是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呢非常好的一个交易策略。我分享这个2个案例并不是要告诉你 Joseph 多么厉害，其实我要告诉你我看方向常常错。所以我喜欢的选择权的交易通常是透过区间来的，也就是用跨期选择权或是用跌势策略，只要股价在一个区间我可以非常容易的调整。那这是跨期选择权这个2个案例的复盘，其实我都看错了，那只要我做修正留在原来的地方就能获利。那之后 Joseph 还会分享其他选择权交易的这个方式，比如说我还非常想要分享的呢，就是中性的交易策略。那中性的交易策略呢，很多人只会做 Iron Condor， 那 Joseph 呢有自己不一样的这个做法。我不是做 Iron Condor， 而是用跌势来做中性策略。这个部分呢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请留言让 Joseph 知道。那 Joseph 呢就会把案例准备好，能够跟大家分享。中性策略其实都很稳定的，在这个部分呢，当然会遇到亏损的时候呢，但是胜率高、低压力是 Joseph 呢非常常用的一个交易策略。那我这个部分呢会慢慢跟大家分享。如果喜欢 Joseph 的影片的话，请按赞留言，让 Joseph 知道哦。